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微创新》这本书。那这本书里边说的呢，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说的是将两个东西，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稍加融合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事物，就会产生一个具有价值的新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里举一个例子嘛，就是书中说的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商人他到海外去出差，那到了酒店以后呢，他没有出示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这种文件嘛，那这个酒店前台呢就非常热情的招呼了一句：欢迎再次入住本酒店。这个商人一听非常满意他这个非常细节的服务，但同时呢也非常疑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而是第二次呢？那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的什么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什么大数据怎么样的？那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实现这个功能的这个情况非常简单，就是这个酒店和当地的这个计程车司机进行了合作。那因为这个商人嘛，他是坐这个计程车来到了这个酒店的，那一路上呢就和这个司机聊天嘛，就得知了这个客人的入住情况这次来干什么等等的一些情况。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呢是主动帮这个客人呢拉行李嘛，这个司机嘛就把这个行李呢放在这个前台的特定的位置，用这个特定的位置告诉前台，这个客人是第几次来。那这个前台一看见这个信号以后呢，就知道了，那然后呢就说了，欢迎再次入住本酒店。那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毫不相干的两者进行一个融合嘛，就提升了整个旅客的一个体验。这就是将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融合，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体验嘛。那作为旅客来说嘛，就是那个商人嘛，我第几次来呢，你酒店都知道，那说明我非常的被重视，那从而呢就提升了这个酒店。那说到这里呢，想到了网上曾经网上流传的一个非常广的一个事嘛，说的是这个一个生产这个肥皂的流水线总有那种空盒的，就是盒子里面呢没有肥皂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厂里的这个专家就一起研究什么称重量扫描运转速度等等各个维度都去试过了，花费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要去解决这个空盒的问题嘛。但是呢收效非常的甚微几乎没有什么效果。那后来呢有一个工人嘛就说，可不可以用一个电风扇对着这个就是这个流水线，就是肥皂和流水线出来的那一段进行吹。那因为这个如果是空盒嘛，就是里面没有肥皂的呢，这个盒子就会非常的轻，那一下就被吹掉了。那这种没有装这个肥皂的肥皂盒呢，就是这种空包的嘛，就会被立马检测出来。一个难倒专家的问题被一个电风扇解决了。所以说这个微创新其实它就是不需要花费太多人力物力，它只是转变一下思维，可能就会创造出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价值。书中说了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微创新呢，就是带芳香味的这个尿不湿。那怎么做呢？只要是这个婴儿或者小孩嘛，排便以后呢，它就会散发这个芳香味呢，来提醒大人该换尿不湿了。这里呢有两个违背常识的一个操作，也可以叫做这个创新的一个操作吧。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变这个被动为主动。那怎么说？就是这个小孩嘛，他穿上这个尿不湿以后大人呢也会估摸着时间嘛，可能到时间呢看一下，有没有排便怎么样的没有排就继续穿着，那排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换嘛。那换成这个有芳香味的这个尿不湿以后呢，它就变成那种了，就是这个小孩呢，只要一旦排便，那就会散发这个芳香味嘛。那当这个大人闻到这个芳香味以后呢，就会进行一个主动的更换尿不湿。那对于这个小孩或者婴儿来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不用再兜着一兜子的那什么东西会变得非常的舒服。第二呢，就是提升了这个感官体验，因为通常这个婴儿嘛，他排便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嗅觉感受是臭的嘛，但是你这个芳香味的这个尿不湿以后呢，因为感受到排便以后，它自己会散发这种芳香味的这种气味出来。那对于这个大人嘛，就是更换者来说呢，是更容易接受的一种味道。那更换起来可能相对来说的话，体验感要好一些。所以说这个就是书里说的这个芳香味的这个尿不湿
从这个使用者和更换者的角度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所以说这种违反了常规的这种操作的一些东西呢，也叫做微创新嘛，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体验。那新的体验呢，就会带来新的价值。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微创新这本书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分享吧。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 OK 的话，也可以给我点个赞。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